你因参与生命中的事件而获益，仅仅是存在于物质层面这一事实，你就被赋予了在别处无法收获的经验和特性。在最近的20万到30万年之间，尤其是现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投生到地球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你们来到一个黑暗当政的地方，你不得不尽其所能地张开双眼，认识喜悦，提升自己。回顾近代史，就会发现真正提升的人是非常少见的，因此你必须为自己进行自我提升，必须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地球上的光明与黑暗之争由来已久，一些人会称其为好坏之争、善恶之争，我们则说这是一个拥有某些法则或规则的地方，而地球肯定不是存在之中唯一面临这种挑战的地方。在你独特的生物结构之中，你原本拥有着你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伟大能力。观察你在这些斗争中的表现是很有趣的，因为你们自以为只能运用很少一部分潜能，事实上你是以神的蓝图而设计的崇高造物，哪怕被赋予了不可思议的潜能，你们仍被控制到这些潜能被自我否定。大多数人仅仅使用了他们能力的3%到4%，高一点的达到12%到15%。大多数剩下的地方在哪里？其他80%或者90%去哪儿了？90%的潜能能做什么？那90%的能力正在觉醒。远古之眼将要开始忆起并看见自己的潜能。当远古之眼开启时，你就能认识到自己的真正潜力，就会停止自我争论。你们将停止认同限制，并开始超越曾经那些让自己停滞不前的信念和事物。在古埃及，为了完全打开看见其他实相的眼睛，需要经过很多世的祭司训练。他们被训练转世到某个特定的家庭，并且记得自己的父母是谁。父母们了解他们将要生育的是谁，因为他们梦见过，甚至在怀孕之前，父母就知道谁会进入他们的身体。那时眼睛的开启要比现在更大，可以看见许多不同的实相，他们称为赫鲁斯之眼，因为他们能看见许多不同的世界，醒着的世界和沉睡的世界，死亡的世界和梦中的世界。你们是想要打开远古之眼的正在觉醒的大师们，你们接受过许多世的训练，现在你需要把这些训练整合进一具身体和一个系统当中。这个系统与庙宇生活无关，而且不太会给你场地去发挥你的能力。因此社会并不像在古埃及时那样张开双臂迎接你，官场里也没有你们的一席之地，社会上也没有相应的教派，那些不会是你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你前进的步伐会是你自己的身体、灵魂和心智认为对发展自我才能来说最适当的速度。不要因为提升速度达不到小我的要求就去惩罚自己。小我的眼睛只看到自我的一部分，灵魂之眼或者说赫鲁斯之眼才能完全看懂你，知道什么才是对你最恰当的。它拥有完全不同的视野，知道你的需要、你的特质、你的蓝图。你会以完美的步伐前进。精神病院里
注满了开启了远古之眼，却又无法理解或者弄明白其含义的人们，他们找不到自己要去哪里，没有地方可以接入，他们神经系统脆弱的平衡被扰乱。你的神经系统正在快速的发展，有一些方法可以识别出来。每隔一段时间，你能抓住把你带离物质实相的脉动，也就是带你离开这三次元身份的频率，然后你就能进入另一种震动，能看见、感觉和认出某些不同寻常的东西。非凡的事情正在发生，也是在这个时候否认会进来，因为如果逻辑头脑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或者无法理解情况，你就会否认，或者把这个体验的记忆屏蔽掉。最好可以保持在知觉当中，如果你能信赖感觉，即使逻辑无法讲通，也能充满信任。缺乏耐心是你们许多人的陷阱，因为你以为自己必须到达哪里。不要否认行动缓慢的乌龟的美德，它会停下来，深入内在的思考，它靠近大地，而且视野清晰。当你渴望加速打开远古之眼，去声明你的许诺，思想就是存在，思想能够创造。如果你的思想是希望加速获得最大的成长和能力，那就是你要去做的。当你怀疑的时候，怀疑同样也是思想，它会进行创造。当怀疑发生的时候，会阻止你的成长拓展进程，因为你拒绝了那些来到你身边的精微能量。你们正在我们标记为未明的10年当中，在这10年里，所有伟大的事件开始发生在地球上。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它们被锁在政府官员的抽屉里。如今官僚作风增长到无法自我维持，因为实相不断进化，新的实相已经不能容纳官僚作风。你们就是那些远古的人类，当你们醒来的时候，大师也在觉醒。我们希望你能通过远古之眼去看，去唤醒你所知道的、所记得的，在你内在深处的某些东西。你们要相信自己，依靠自己，你要能看见并理解所见，而且为其他人转移这宏大的视野。你会达到一种领悟，成为一个巨大意识的内爆支点，让你知道你一直以来是谁。解开封锁，允许自己前进，这完全取决于你，而且只取决于你。我们说过你们的信念以及思想的重要性，我们再三强调，你们所在的现实是思想沉降的结果，而思想正是你们在这世界当中理解、操控和运作的本质。当你开始从智慧的角度去接受这个过程，并将之整合进体内，当你开始致力于以此种方式生活时，远古之眼就会真正打开。当你开始看到自己灵魂的历史，那么你在这具身体中的身份，这个我，可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远古时代，你宏大的灵魂精髓在地球上得以表达，而你现在的感知之外，还有太多太多事情发生着。存在就像是一本3英尺厚的书，随着新时代的觉醒，你们只位于最开始的几页，而这一生你将经历一整本书。当你们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当你开始释放掉你所认为的自我和文明的认知限制时，这个故事就会开始涌入你的意识。当你开始解开自我身份，
能够珍惜、尊重并热爱你的各种身份时，就不会感觉他们任何一个是无意义的。尊重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在田野里采摘草莓，还是在烟角捡烟蒂，允许携带神圣火花的那部分自己通过你来进行自我表达。当这一部分更适合成为我时，你也可以仍然是我。然后当巨大的能量想要利用你的肉体载具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来影响事项时，我并不会消失，相反，我被整合了起来，变成了多维度的存在，如此就能够前进。你们每个人都知道，你们来到一个意义深远的时间序列当中，这个被技术、被传说、被谈论的时代就要来临。在这个时代，人类肉体将在你眼前发生突变，变成远古以前的样子。人类存有会变成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人类变成多维度的存有。这是一个大词汇，大的概念。然而，这对你来说就像系鞋带一样熟悉。多次元人类能够有意识地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地方。人类正在转变或进化，能够从一个站点切换到另一个站点，并理解他们自身的伟大。他们并不只是一具皮囊包裹的肉体而已。人类也不只是能量场或以太体，它们存在于许多不同的实相当中。这是个多次元自我的时代，这个自我可以有觉知地进入不同的实相，最终可以同时出现或者消失，进入4次元意识，成为感知者而非思考者。在这个时代，自我将理解头脑思维部分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肉体的首席执行官，它只是顾问的角色。你们被引导着去培养直觉的道路，会带来意识的融合。这是男性的逻辑面向与女性的感觉面向的结合，进化使它们相聚合一。是时候行动了，你们处于一个紧要关头，将会发生一个大转变，一次大飞跃，一种放弃，一次释放，及一次放手。是时候完全允许光和灵魂贯穿你的存在。是时候与多次元自我，也就是你不知道存在的那部分自我合一了。这些自我的面向真实存在，它们与你连接，并在使用你，而你作为这个时代、这个宇宙当中圣光移动的载具，是灵魂的标准载体。我们团队当中那些会测出源头造物主可能性的人，在大部分时间的旅行和预测上是正确的。的确，源头造物主向这个区域，这个自由意志区域发送的震动正在改变，行动现在就在地球上发生着。就从这里开始，你们银河系的这个角落，这个边缘，在这个宇宙的尽头。这是一个庞大的实验，激动并热切地期盼你们每个人的参与。要鼓起勇气，怎么强调都不足够，要有勇气跟随内在的指引，信任自己，把能量召唤进你的肉体，使用它去挑战人类法则。这就是你来到这里的目的。你们是改革者，我们也是。有些人并不跟随这个意识的旅途，那也很好。我们带领你的意识穿越的路径并不好走，这条路会带来你们灵魂所追求的奖赏，即使可能会经历战斗。你们在意识的丛林当中披荆斩棘，你们最终
会来到景色壮阔之处，并拥有全新的选择权，继续留下，或是离开这个星球。那些与你密切相关的人也会发现他们的新选择。被吸引到地球的所有意识都会迸发出进化的火花，改变这个宇宙的结构。要敢于梦想，想得大一点，然后去追求。这些多次元自我是谁？许多时候你们被引导相信有一部分自我更加进化，知道的更多。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曾经是真的，在另一些程度上，至今仍然是真的。然而你会发现，成为灵魂的标准载体，你将开始激活存储于体内携带了你整个历史的数据。你如何得知其他面向的自我何时开始展示自己？这会非常微妙，就像脑袋上吃了一棒，这取决于那部分的自我面向。可能是某一天，也许你正坐在那里，一眨眼你发现自己坐在了另一个房间，那就是所谓的脑袋上吃了一棒。在更精微的体现上，你可能正在逛街，浏览橱窗，突然间某个模特、图片或者文字触动了你内在的某些东西，一时间你神思飘游，清晰地看到一个跟你同时存在的另一具清晰影像，也就是你同时存在着的身份。你将开始发现非物质层面的那部分自我，或是作为宇宙的存有在宇宙中工作的那部分自我。灵魂即将觉醒，灵魂会知道自己的每一个面向，而每一个面向也会立即知道全部的自己。